空怎么办？以太坊还能购买现货吗？如果你对这个问题感兴趣，请随我看下去。我们可以看到，我们目前呢依然坚定的持有这3张多单。我们开仓的入场价位呢，你可以看到 Avalanche 我们是开在$27左右，以太坊我们开在2400，那么 Solana 开在73。那现在呢，你可以发现哦，如果我们观察目前的标记价格，我们可以发现我们拿到的价位呢都已经翻倍了。我们从$73一路拿到$166，因为在今天的 Solana 又往上涨了一波。那么 Avalanche 呢，我们也拿了至少是翻倍。那以太坊加仓的仓位你可以看到哦，目前正在喷发当中哦。那如果利润的话呢，目前总和已经来到了$8万，非常非常接近$8万的利润了。那么如果你也觉得这些收益非常不错的话，你也想试试看交易，那么非常欢迎你点击影片下方的 Bybit 链接。现在只要 KYC 入金$100，就送你$30的现金，现金哦，就是可以提币的。你质押$500就可以拿到$36.5的现金，一样是现金，一样可以提币。这2个活动你可以同时参加。我们来看一下当前以太坊的盘面。其实我们要思考一个问题：如果你踏空行情的话，那么接下来该如何处理呢？其实我们可以先给结论：如果你已经踏空了比特币的行情，那么各位朋友们，你们千万不要错过以太坊了。而且我们即将减半，那我们来讨论一下，如果我们在减半的当下，我们购买以太坊，我们能产生多少的收益？那我们现在从技术层面呢，我们先来讨论一下。其实我们可以发现呢，我们在过去啊，我们是突破了一个重要的阻力之后呢，以太坊的上涨才开始加速的，不然我们原本都只是在震荡区间。那么我们现在呢，没错，我们毫无疑问的，我们突破了这个区间，这个区间其实就在$2000左右。当我们突破了$2000的时候，那就代表我们以太坊呢开始爆发的时期啊，已经启动了。你可以看到，其实我们以太坊呢前面在当时呢在$300以下的时候呢，几乎不太什么动的，基本上是要到我们突破$300之后呢，我们才上涨的斜率啊直线的上升。你可以发现我们加速呢基本上都是在中后段了，所以没错，我们牛市呢要到了中后期的阶段呢，以太坊它才会开始爆拉。那我认为现在呢，牛市的阶段是处于牛市的初期到牛市的中期的衔接处，所以我们离中期呢它还有一段时间哦。我认为这段时间约莫会落在6个月到1年之间哦，快的话可以到6个月，那如果久一点的话可以到1年哦。在这样的时间过后呢，以太坊就迎来暴涨。而且大家如果经历过牛市就会知道，以太坊在暴涨的时候呢，那个是相当的夸张的哦，在几天内翻倍都不成问题。以太坊它就走出过这样的行情。那你可以发现呢，我们当时在突破回踩了300过后呢，我们就再也没有回头过了。那我认为我们现在呢，这样的行情呢，其实已经展开了。就在我们突破2000过后，有一个小小的回落，回落过后呢，我们就头也不回了，直奔前高而去了。那这也是为什么我们个人呢，在$2000啊做开仓的原因，因为开仓它就是突破了我们重要的位置哦。那大家可以看到呢，我们之前这张多单呢，我们就在$2000的位置呢，我们就开仓了，并且一路坚定的持有到现在$4000。我认为$2000是回不去了。那这个仓位呢，我会继续持有。那我们就不得不来讨论一个问题啦，就是距离减半啊，只剩下34天。各位朋友们啊，我们在第一次倒数的时候，我还记得是74天。当然了，我第一次看到这个倒数的时候呢，还有700-800天，所以我现在非常难掩心中兴奋的情绪。只剩下34天啊，只剩下不到1个月，我们大约会在4月20号左右减半。那我们还有34天，最后准备的34天。我们就来回答一个问题哦，就是如果我们在减半的时候买入，对，没错，或许我们已经错过底部了。底部如果你没有买入的话，没关系。如果我们在减半的时候买入呢，我们能产生多少的利润？那我们可以跟各位回答，即使你在减半的时候买入，你在顶峰卖出，你依然可以产生呢非常非常可观的收益。当然了，相比于其他的金融产品，因为加密货币呢，就是所有的金融产品当中呢稳定，至少时间周期好抓，牛熊
时间好掌握，而且它的涨幅呢可以创造出非常惊人、非常不可思议的涨幅。我们先来看一下，我们先把减半的时间点呢，我们都给画出来了。那这张图表呢，它涵盖了所有以太坊的行情，所有哦。那币安的话就这个时间比较不值得参考，因为币安上线的时候呢，前面还有一段时间是这个以太坊已经有了，但币安还没有。那这个图表是都有，它是全历史图表。我们即将在这条白色线减半，这个是毫无疑问的。那我们就来测量一下如果我们减半的时候买入，减半我们不管3721，直接买入，直接全部梭哈，那我们能产生多少的利润呢？我们先来测量一下。其实我们减半过后呢，真的就不会回头了。你看这里的回头，它回头的利润呢，下跌的幅度也是有限的这不得不说。如果我们在减半的时候买入，就减半当天买入，我们到达牛市顶峰卖出，我们可以产生多少的利润呢？大概125倍左右没有，你没有听错125倍，因为我们上面显示的是12000多趴大概是125倍。那你可以想象一下125倍那其实我们后续呢是不可能再创造出这样一样的涨幅的，也会涨，但不会涨到那么夸张因为毕竟当时呢还在很早期的阶段，17年的牛市离现在已经8年过去了。那现在呢，当然是不可同日而语了。不过我们在每轮牛市呢，我们依然可以创造出非常非常不可思议的涨幅。那到了我们上一轮牛市的时候呢，我们减半当天购买我们到达牛市顶峰卖出呢，我们大约可以产生24倍左右的收益24倍、25倍如果说我们拉针尖的话，那大概就是25倍，我们来稍微拉一下这个利润稍微标记一下。好，那你可以发现一个规律，你可以看到这里125倍，对不对？这里25倍那我们再以之前我们推估比特币的方式，推估完之后，我们再来回顾一下它合不合理我认为合不合理很重要像其实我们在比特币的图表当中呢，我们用这个手段我们大概可以推估比特币最终可以涨到14万到21万美金之间，我们认为会在这个区间之间不会相差太多那我们可以到2年之后呢，我们就来对答案。我认为在14万到21万美金之间那其实我们用一样的方法我们把手相设为125，那公差呢？那公差不用说了，就是1/5了嘛，对不对？125乘以1/5就是25，那25再乘以1/5是多少？大概就是5倍，所以我认为我们在这轮牛市呢，减半过后我们可以上涨5倍那减半当时的价格大概是多少呢？我们就取4000吧，或许会是4000左右但我们就直接取4000。那大概以太坊可以走到2万的以太坊合不合理？我认为很合理非常的合理，非常的合理。它不是一个非常夸张的数字，也不会低估。我认为至少啦，走到1万多，这绝对是没问题的。走到15000以上，这不成太大的问题可能最终就是落在15000到25000的这个区间，确实不好抓但我相信有极大的可能性会落在这个区间之内的。所以这个估计呢，基本上是合理的。那你可以看每一轮牛市的涨幅呢，它真的一直都在缩小，所以并不是说我们这轮牛市我们错过了，我们抓下一轮牛市就好，并不存在这种情况，因为牛市过了就是没了。对，牛市过了就是没了，往后的牛市的涨幅只会越来越小，我们的机会只会越来越少，所以我们要把握住当下的牛市，这个是极其的关键、极其的重要的，因为往后的走势它不会重演的，这样的涨幅是失而不会复返的，是不复返的，所以我们必须牢牢的把握住。那我们来看一下其实我们还可以测量一件事情，就是我们当时呢，在20年、21年的这个牛市我们从底部到顶峰呢，大概是涨60倍左右，60倍。那我们这轮呢，稍微少一点点到达20倍，其实也差不多嘛。如果说我们顶峰抓2万的话，我们最底部大概是1000左右对，差不多就是20倍20倍，其实我不认为有任何不合理的地方。那我们再来思考最后一件事情，就是如果说以太坊它最后在减半的时候买能涨5倍，那比特币只能涨2-3倍，那我相信大家知道该怎么做了。
也就是如果你错过比特币的朋友呢，那么以太坊将会是你最后的机会，因为比特币它的涨幅15000，或许到最后15万，到最后20万的涨幅，10倍的涨幅，10多倍的涨幅，它现在已经来到7万了，我们要在一个很低的价位，然后去创造一个非常非常大的涨幅是比较困难的，了不起2-3倍，很厉害了，很厉害了。但以太坊呢，我们认为可以有5倍，那大家就可以做配置了。你错过了比特币，不能再错过以太坊了。你错过了比特币，又错过了以太坊，那其实主流币要涨什么，或者说什么会涨得多，这个是不好抓的，是不好掌握的，而且山寨币的风险又大。那如果我们没有把以太坊的涨幅呢掌握好的话，各位不用紧张，现在还来得及，真的还来得及。我们减半都还有34天，在减半当天买，我们都能创造5倍的利润。所以其实现在并不晚。很多人说哇，这个牛市1000当时的底部已经过了，但是就以我们这个牛市的上涨来说呢，这个牛市它其实才刚刚开始而已才刚开始而已。好，非常感谢，欢迎各位朋友可以帮我点赞、订阅、分享、开启小铃铛，就是对我最大的支持。对了，我们最近频道呢开通了频道会员，非常欢迎大家可以支持我们，因为毕竟我还要还贷款嘛，对不对？所以需要大家的支持每个月750块就可以支持科比托啦。我们会每天呢都有图文观点，然后会送你科比托跟Bybit联名的上衣，每年至少举办1次的实体聚会。那还有比较贵一点点的版本，就是会送你Bybit的套组，周边套组，有上衣有帽子。那每半年呢会举办1次实体聚会。那当然这个是我会请客的，对，跟大家见面。那我们会有会员专属的影片，还有直播。好，非常感谢各位，欢迎大家加入拜拜。